江望雪，你偷走我城西地皮的项目给我舅舅，哼，那可是机密呀。即便你是霍氏集团大少爷，也不能随便往我身上泼脏水。Il piano di sviluppo di Tunipode e Ovis della Città. Fair and forte。霍立霄是霍氏集团的董事长，而你只是一个没有股份的纨绔。我跟他合作会更有前途。想要前途是吧？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活下去。你什么意思？想要活命的话，就1天之内把我舅舅的违法犯罪记录送到我的手上，否则的话，有意思。喂，远，今天是我生日，你答应我的礼物没有忘记吧？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那就好。老大笑了，这绝对是苏小姐的电话。是啊，你说咱们老大真够怪的，那么多富家千金瞧不上，怎么偏偏对一个小富商的女儿上心？先生，你没事吧？先生，我中毒了。妈，这是你唯一的遗物，也是能号令我霍氏旧部的信物。今天我要把它送给您的儿媳，等我夺回了霍氏，她将是霍氏未来新的主人。我说你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再者，我只是个服务员，你这位店长还是不要太拘束了。哈哈，你说笑。明明是首富家的大少，竟然来当服务员，不知道有钱人是怎么想的。想夺回舅舅手里的股份，至少还要几年。在这期间，我不能让雨安卷进这场斗争。雨安，这就是帝都排名第1的意大利餐厅，一般人可是进不来的哦。我听说这是霍氏唯一评定的5星级餐厅。哎，你今天过生日，其他的不用管，负责开心就行。那我们可是沾了小泉的光啊！雨安，咱们快点进去吧。你们好，雨安，这位不是安安的男朋友吗？在这当服务员。我女儿怎么可能找个服务员当男朋友啊？小泉，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女儿怎么可能找个服务员当男朋友？妈，他就是我男朋友，霍云婷。阿姨好。最好给我个解释，还愣着干什么？带路啊！真是没眼力劲儿。没事，这边讲。云婷，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在这里当服务员。那你别走了，陪我一起过生日吧。好。慢着，什么时候一个服务员都有资格上桌吃饭了？妈，你说什么呢？他是我男朋友，我就要他陪我过生日。坐。行，让小霍开开眼吧，让他知道上层人的世界是怎么样。这家店熟成和牛是国内一绝，今天尝尝这个。要一份这个。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家熟成和牛的备货周期都在90天以上，没有预约的话，我们无法提供。你什么意思？目前我们无法提供这道菜，要不为您换到别的？我吃什么？轮得到你指手画脚？要不算了吧，我们确实没有预约。不行，知道我什么身份吗？你们店的 VIP 得罪了我，让你丢工作，你信不信？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要吃这个和牛需要提前90天预约，今天我们店里就一份原料，是霍氏集团预定的，您确定你还要吗？霍氏，这可不好得罪啊！我不管，今天就要吃。这好，那我让后厨为您备货。看来这老板拿霍氏诓我，要真是霍氏预定的，他怎么可能给我？哎，别只上一份啊，别人以为我们吃不起怎么办？一人一份。好，还有，他除外，他除外。
你说什么呢？他和我们一起的。云婷，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妈，这是我发小沈燕泉。阿姨你好。穷鬼不配跟我握手。哎，阿姨，别让小霍难堪嘛。挺有劲儿，小霍不错。我跟你说啊，沈哥家里是医学世家，他爷爷是国内最有名的脑外科专家，在我找实习的时候帮了我很多忙。我们家和霍氏集团3代合作，是霍氏集团在国内医学界的代言人。也就是我们这样的家世，才有资源帮安安实现理想。就是那个国际第一财团霍氏，可厉害了。你家干什么的？普通家庭，小时候爸妈走得早，是舅舅接手家里生意，把我带大的。原来是没爹没妈，难怪出来干这种活。妈，你再这样我真生气了。云婷她又善良又踏实肯干，在学校里帮了我不少忙呢。不过就是穷罢了，不然谁会干这种下贱的活？工作可没有贵贱之分，靠自己双手吃饭都值得被尊重，更何况能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也能增长见识，不是吗？我就说吧，云婷她又有想法，还善良，长见识。来，看看这是什么车？沈哥，你别为难云婷，她不认识。新款的宾利欧陆，如果是门口那辆的话，价值大概400万左右。你一个穷鬼怎么会对车这么了解啊？你不会是想骗我女儿给你买一辆吧？那可不行，做男人可不能吃软饭。云婷从来都没有问我要过钱，但是云婷，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会给你买的。看来雨安误以为我是对车有兴趣，才认出钥匙的。我来帮你。放心，我苏家培养你，就是让你做这种端茶倒水的工作，脏活就应该留给下等人去做。这熟成牛排真不错呀，不愧4万5一份。小霍，赶紧吃点，过了今天，说不定这辈子吃不上。熟成的时间有点久，香料的味道盖过了肉香。还真是山猪吃不了细糠啊，这是你这辈子都吃不起的东西，还挑三拣四的。妈，你能不能尊重我男朋友？云婷她招惹你了吗？我看见穷人我就眼睛痛。我不想吃。没事，别和阿姨生气啊。哎，你这生日礼物我可准备好久了，看看吧。这是霍氏珠宝今年的限定款，是根据霍氏的祖传信物雕刻成的，据说可以凭借信物调动霍氏的旧部，可惜了，10几年前遗失了。小霍，霍氏珠宝知道吧？知道，霍氏集团旗下的珠宝公司。你穷归穷，但是还挺有见识啊！霍氏集团是世界第一财团，它旗下的珠宝产业也是一箭难求，包括我这个，也是花了不少关系才能。这是舅舅之前想要造假的信物，没想到失败后却还拿出来卖。小霍，你女朋友过生日，不会还没准备礼物吧？我看有些穷人啊，就是白吃白喝的。谁说的？云婷早就给我准备好生日礼物了。这是我妈离开留给我的东西，我一直当护身符送给你。这个怎么和沈哥送我的一样？我看看。小霍啊，你这穷归穷，也不能拿假货来糊弄人吧？这不是假货。世界上除了这个，唯一长得一样的，那就是霍氏的祖传信物。你说是你妈送你的，难道你在说你是霍氏集团的公子？满口谎话，雨安，赶紧把你的假货扔了。你挑对象的眼光实在是不太行啊！要不你跟我吧，让我爷爷给你铺路，以后你在医学界随你闯。沈哥，云婷才是我男朋友，而且我治病救人的梦想也能靠我自己实现。谢谢你啊，云婷，这个礼物我很喜欢。你喜欢就好。Kundananino, Majana Daulukului, Deulo a pasado misdele, yes. Luama de Ferro, Luino Eblau Come. Tofulo Spalai, to say, Develo Igenello, Causet.
我云婷是对小哥，侬一手一手里瓜拢快搞啥里的 ？Remaro from me is a 猫火云婷耶。你能听懂？大概吧，我只知道你们在贬低我，而雨安在为我说话。放心，我会一直在你这边的。小霍，安安马上出国留学，这个事你知道吗？雨安，你要出国？而且明天就走。我想出国攻读医学博士，为我治病救人的梦想努力。但是我一想到我要出国6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我怕你难过。这6年和舅舅的争斗少不了，雨安出国也是一种保护。安安就读的是欧国的顶尖学院，也是我们沈家资助的。只有我的帮助下，安安才能实现梦想，而你只能喊喊口号。而且在这6年里，安安接触的都是你接触不到的上层，所以你还是断了念想吧。我还是奉劝你一句，不要看不清楚自己的地位，知趣的话就自己走，免得落个难看的下场。女儿，小泉，咱们走。真晦气。云婷，我妈和沈哥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我对你的心意你是知道的。等我回去之后，我就去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没事，任何人都不能拆散我们。相信我，等你回国后，我一定送你一份大大的惊喜。我相信你。那我们就定一个6年之约。你喜欢沈哥的车对吧？等我回来之后，就给你买一辆。好。好了，快去吧，家人还在等着你呢。那你明天记得来机场送我。把那个群委给你的玉佩拿来。妈，你干嘛？哎，妈，你都有小泉给你的玉佩了，还要这个干嘛？妈，这是云婷对我的一片心意。这种地摊货都进不了我家的门。哎，妈，不要，不要！开车。再等那个废物，你航班就要延误了。看来他霍云婷不仅穷，而且还不守信用。可能是临时有事吧。快走吧。哎，雨安，这个你拿着，我昨天看你落在餐厅门口，就给你捡回来。这是你妈妈的遗物吧？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我得走了。快去吧。霍云婷，没想到你还把那垃圾捡回来。那不是垃圾，所以你怎么说？这个是下一班的机票。未来6年我都会陪着安安，到时候他的同学是我的朋友，他的老师是我的资源，他的领导是我家的护从。你猜你怎么跟我比啊？那是谁？地下黑寡妇江望雪。谁？京都地下1号危险人物，手里不少人命。滚开！别动，我们惹不起。霍少，霍少，花了23小时49分钟，还不错。堂堂霍大少竟然算得这么清楚，
难道就算我超11点，你能拿我怎么样？你可以试一试。好，算我叛逆了。不过现在你和我两清了，你没有借口再整我了。有没有兴趣再合作一把？还是帮你搜集证据？帮我扳倒现在的霍氏。有趣。袁，等我6年。舅舅的股份，我就不客气了。小贝儿了，你慌了，是我一手把你带大了吗？如果不是你，我爸妈也不会去世。居然知道了，当年我还是太仁慈，早知道让你也去陪葬。可惜啊，你没有机会了。要干什么？吵死了，拖下去。小周傻，你等着，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恭喜霍少执掌集团！恭喜霍少执掌集团！本来以为这家伙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还真让他坐上了这霍氏集团掌权人的位置。我不弄我舅舅那一套，你们都回去干活。老板，我突然发现你还挺有魅力的。你可以加入霍氏，但你就别想了。把计划书拿来。这是什么？看你3年前就在那。这将会是国内最大最全面的综合医院，也是宇安毕业实现梦想的地方。等他毕业，我就把院长的委任状送给他。你还真是痴情呢。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宇安。又是他。什么事啊？宇安，你听我说。我还有课，我先不和你说了。这是他5年来第98次挂你电话了。我相信他，没有做背叛我的事情。希望如此吧。你去查一下苏以安最近在做什么。是。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哇！这些是您为苏小姐准备的礼物：中心医院的房产地契，中心医院的院长任命书。这些礼物够了吗？要不要再准备点黄金什么的？听说他这几年在国外被评为特级医师，比起你送他的这些，他的成就就是小打小闹。宇安接复印时间要到了，我先过去。一会儿你把这个送过来。是。这怎么？江总，调查有结果。他竟然敢做出这种事情，这可是令我将我学长的。江总，您慢点，慢了一点儿。这不会是宇安给我买的车吧？哟，这不是我女儿的好男人吗？这几年在哪儿高就啊？哎呀，这穿的还是人模狗样的啊！哎，多少钱租的？
跟你说话就当给你面子了是吧？我是看在宇安的面子上，不和你们两个计较。吓唬谁呢？你个穷鬼！我们安安啊，已经得到了霍氏的赏识，专门为他新建了一家医院，就你也配提安安？听着了吗？那可是霍氏集团。安安得到了霍氏的认可，马上就成为霍氏的合伙人。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我们家3代从医，也只是霍氏的外围合伙人。安安马上就一步登天了。宇安，林丽，说到做到啊！之后我可要享福了。停车去。啊？聋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么简单的话都听不懂，怪不得一辈子都是下人呢。许安，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如你所见，人往高处走。我靠着沈哥在医疗领域的人脉，出国深造，获得了霍氏的赏识，而沈哥也即将继承数十亿家产。你和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你不会以为我出国深造6年，就是为了和你结婚？苏雨安，我想过谁都会变，但我没有想过你会变。你说的没错，人都是会变，不过有的人越变越好，而有的人却越活得越差。你说人往高处走，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错过了什么？这是我6年的大病，我本来打算把它送给你。院长任命，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霍云天。6年前你拿一个假玉佩骗我，现在你又来这套。这次你想说什么？这次你是不是想说你就是霍氏的人？你猜的不错。霍云婷，你别把自己骗了，这辈子就是一个活在自己谎言里的可怜虫，可怜虫。霍云婷，你不会以为你姓霍你就跟霍家有关系吧？苏远，你会后悔的。我这辈子做过最不后悔的事情就是离开你。来，看看这富丽堂皇的地方，如果指望你的话，下辈子见不到。好，要我离开可以，把我妈的遗物还给我。你说的是这个？它怎么破了？谁知道这便宜玉佩这么不经水，一下子就死。接在我身上，还带着那个废物送的假货。说的差点忘了。答应过我，好好包给他。要不要我给你妈捎过去啊？啊！霍云婷，你放肆！把我妈还给我，还你妈！啊，我对不起你，是我眼瞎，把你的遗物给做人了。霍云婷，今天是安安一飞冲天的日子，你在这个时候闹事儿，要是传到了霍氏的耳朵里，你让安安的前程怎么办？啊！霍云婷，你给我道歉！一步登天，道歉！霍氏集团，我说了道歉，你听不懂吗？苏然，我没有进去。霍云婷，你想干什么？霍氏集团绝对不会和你这样的人合作。这个下等人居然打我女儿！在这种地方动手是吧？谁敢辱我霍氏掌权人？
掌权人。是谁？谁把你伤成这样？我没事。是我来晚了。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把你伤成这样？信我他毙！他谁？竟然能让江若雪这么关心他？是啊，是啊。刚才黑寡妇说，谁敢动霍氏掌权人？难不成这个掌权人指的是？听说江若雪2年前携全体势力加入了霍氏，难道霍云婷她真的是？怎么可能？就他那穷酸相，怎么可能是霍氏掌权人？要真是那样，他为什么还要去当服务员？说得对，这小子只不过是运气好，跟江若雪认识吧。我闭嘴！算了，老板，是不是这帮人渣上你？我江望雪看上的男人，我让他们付出代价。我自有安排。你明知道那个女人干了什么，你还这样护着她？我要亲手送她下地狱，让她后悔她所做的一切。我还以为你会因为失恋一蹶不振。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怎么会因为这点事要死要活？那好，既然是你做的决定，我跟霍氏都会听从你的安排。说的好像霍氏是你的一样。霍总，您怎么来了？把里面的人全部赶出去，以后霍氏集团所有的产业，绝不接待沈家人和苏家人。是。我还以为他们真跟霍氏有什么关系，还不是夹着尾巴跑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和黑寡妇江若雪在一起？说不定顺路呢。这个穷鬼就不配来我女儿的接风宴。他要是影响了霍氏，给安安送云安医院的院长任命书，就要他好看。还好霍云婷她没有过多纠缠。沈哥，你没事吧？没事，宴会继续，我们一起等霍氏的来。抱歉，今天酒店暂停营业，请诸位离开。停止营业？凭什么呀？今天是我们和霍氏谈合作的日子，怎么说暂停就暂停啊？这是我们酒店的私事。哎，你们干什么？别碰我！你怎么在我房间？什么时候进来的？脸还疼吗？那个女人竟敢打你打得那么重。我都说了我没事。我反思了一下，一定是你这个堂堂霍家家主出门不带手下，所以才会遇到这种危险。以后你不管去哪儿，我都跟着你。谁要是敢欺负你，我就抽他丫的，以防你再受到危险。上次只是个意外，我连我舅舅那种人都扳倒了，这个世上还有谁能让我有危险？那你的意思是不需要我帮助了？不需要，而且我今天要去的是云安医院，没有危险。我不管，反正你要是不让我去，我今天就不让你走。哎呦我去！我最近是不是对你太和善了，让你这么跳？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今天要去云安医院院长的就任仪式，公司的事我交给你打理。哎喂！我尽力了，只能修成这个样子。谢谢。哎，听说那个女人今天也会去云安的院长任命仪式，你打算怎么做？云安是国内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平台，治病救人的地方，它需要有道德和有能力的人来执掌。那个女人，她不配。所以你打算把院长交给谁啊？陈教授，我和他约的时间快到了，公司交给你，我先去云安一趟。霍总，欢迎大家光临呐！怎么样，陈教授，马上要成为云安的院长了，开心吗？说不开心是假的，有了云安这样的医疗条件，我能救助的人能翻几十倍。我首先要代表他们向你表示感谢。不信这个，我只是个商人罢了。一会儿你的就任仪式马上开始了，咱们进去吧。
我诊室还有几个病人，我想等把他们药开完了以后再去。不过你从来没来过医院，下面的人都不认识你啊。要不我先陪你去一趟。不用，你先叫人吧啊，我自己过去就行。这可是全国最顶尖的综合3甲医院，我苏雨安马上就要成为这里的院长了。元安医院给你安排了任命仪式，肯定很隆重。以后你好好表现，在员工面前树立一个好的领导形象。霍云婷，你在这儿干什么？真是阴魂不散。霍云婷，你跟我跟到这儿来了？哎，你不会是对安安还余情未了吧？真是不要脸！这可是公共场合，我出现在这儿没有什么问题吧？我们安安啊，马上就要任职云安医院的院长，以后这里就是我们家安安说了算。那可不一定，以苏雨安这种品性的人，可当不了这儿的院长。你霍氏集团高层亲自发的邮件，非常器重我们安安，你算哪根葱啊，在这叭叭？我不管你是假装偶遇，还是就是在这里上班，我告诉你，我苏雨安是你这个下等人永远都接触不到的上层。我不管你有什么歪心思，最好都给我收起来，否则小心我让你在京都混不下去。行了行了，别和这个穷鬼废话，耽误了你的上任时间。走。今天的仪式很重要啊，都别给我掉链子，精神点。你们是？哎呀，您就是我们云安即将上任的院长苏以安苏院长是吧？听说霍氏高层很看重他，这么年轻就有如此成就。我可一定要好好巴结他。看，他就是即将上任的院长吗？听说是霍氏高层钦定的。听说他还获得了欧国生物医学院的赫拉米茨医学奖，真是年轻有为啊！以后这家国内最大的医疗平台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了。哈哈，苏院长您好，我是新内的主任刘畅。我虽然年纪比您大不少，但您叫我小刘就行。哎，院长，我是小赵，我是小孙，还有我。行了，大家不用自我介绍了，反正以后我们共事的机会还很多，可以慢慢认识。是。苏院长，听说您是霍氏钦定的院长，一定很受霍氏重视吧？可不可以教教我们，怎么样才能像您这样这么年轻就能受到霍氏这样庞然大物的关注呢？我也不知道霍氏看上我哪里了，我到现在连一个霍氏的人都没见过，难道是因为我太优秀了？霍氏重视我，那当然是因为我能力出众了。不愧是苏院长啊！以能力服人，大伙说是不是？是。连任命书都没有，就把自己摆在院长的位置上。这是谁啊？你认识吗？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霍云婷，你还有完没完了？怎么都跟到这儿来了？小子，这里可是云安医院，不是你随便撒野的地方。院长的任命流程早就走完了。苏院长是霍氏钦定的院长，你算哪根葱啊，在这说屁话？他不是你们医院的员工吗？从未见过。我是这家医院创立初期就在这儿的元老，每个科室的人我都有印象，就没见过他。你们有谁认识他吗？不认识。难道新来的？云安医院建立以来，我还没有来过这里，所以他们不认识我很正常。我就是云安医院的首任院长，霍云婷。霍云婷，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这种低劣的谎话，也就只有你能编得出来。6年没见，你变化还真大，还真是越混越差。难道他真的是院长？不可能，他就是我女儿的前男友，被甩了不甘心，追到这里闹事的。
俺走到哪儿你就要跟到哪儿，你恶不恶心呢？啊，我也不怕告诉你，我跟安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你呀就别想着挽回了啊！你4年前我一手创立云安医院，但是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创立它的初衷是为了送给你。苏远，以你的品性，根本就不配当一家医院的院长，更不配成为一名医生，立刻给我滚蛋！霍云婷，你好像精神有点问题，但可惜啊，我不是精神科的。你们有谁是精神科的医生吗？过来治一下这个妄想症患者。啊不好意思，我是心内的。霍云婷，你说你就是云安医院的院长，可这儿有谁认识你吗？就连云安初见就在这儿的刘主任都不认识你，你在这儿说什么呢？6年前你还在餐厅里面接客的，你怎么创建这么大的医疗机构？霍云婷，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我给你个机会，你自己滚，否则别怪我找人把你轰出去。我说了，在这儿我说了算，该滚蛋的是你们。你说你是我们医院的首任院长，你要怎么证明啊？医院系统里不是有院长的照片吗？我们查一下不就知道了。院长，院长竟然没有照片？我记得医院所有人的照片都会在入职当天传到系统上。对呀，怎么会唯独没有院长的照片呢？你们的有吗？我的有，我们全科室都带。不用找了，目前云安医院还没有真正的院长，我只是代为管理而已。你说什么？代为管理啊？怎么？院长冒充不下去了，现在又说自己是代为管理了？我们云安医院运营都快2年了，怎么可能没有院长？你这谎话说的太假了吧？霍云婷，你还真是厚脸皮啊！明明谎话都已经不攻自破了，你还要装腔作势到什么时候？就是这个冒牌货，还扬言把苏院长赶出去，我看该滚的是你吧！治病救人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多的败类，看来陈教授上任后，是得让他好好把这帮人肃清一下。昨天大闹了我的接风宴，今天你又来破坏我的上任仪式，你在我这儿的最后一丝情面已经消耗殆尽了。来人，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给我轰出去！看谁敢！苏院长是霍氏高层重点关注的对象，现在是新官上任没有搬你，可是我巴结他的好机会。你们2个把这人轰出去！你过来，要不我让你们去扫厕所！等一下，陈教授，你那边忙完了吗？我在礼堂，可能需要你过来一趟。好的。什么？他在给陈教授打电话？陈教授可是我们云安的2号人物，一般人可没资格见，他怎么会认识？刚才那声音听起来确实像陈老，难道他真是院长？陈教授是谁啊？陈老是我们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也是国际的知名学者。当时霍氏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挖过来做我们云安的压舱石。这1年来，我们都是在陈教授的领导下。是啊，我们都是陈教授带出来的。要不是霍氏钦点您为院长，这院长的位置就是陈老。大家不要被霍云婷骗了，他根本不认识什么陈教授，就算陈教授在这儿，也会毫不留情地把他给轰出去。陈教授的诊室过来只需要2分钟，希望2分钟之后你们还能像现在这样这么自信。现在我以云安医院院长的身份发布第1道号令，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给我轰出去。你居然敢在云安伤人！主动伤人的是你们，还敢倒打一耙，我看你们也不用在国内混了。行了，还在这装腔作势是吧？知道你力气大，力气大有什么用啊？现在出来混，靠的是实力，靠的是钱多。你呀，赶紧从我们面前滚出去！现在谁能把他给我轰出去，我给他连升3级！听见没有？苏院长让你滚啊！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陈教授，您终于来了。这个家伙正打着您的旗号冒充院长呢，还对苏院长出言不逊，我们正要将他赶出去呢。苏院长啊，是啊，苏院长今天上任，这任职仪式还没举行完呢，这个家伙就冒出来说他是院长，还让苏院长滚出云安，简直太不要脸了。多亏了苏院长足智多谋啊，及时戳破了他的伪装。陈教授，您好，我是新来的院长，也是你未来的上司，苏雨安。把手里东西放下，到一边去。走。刚刚就是你说要把他轰出去。没错，我是这儿的院长，我现在想要把一个冒充院长的疯子赶出去，有什么问题？你竟然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谁给你的胆子？不仅耽误我看病人，还准备对他出手。我是云安医院名正言顺的院长，是霍氏高层从国外点名挖回来的高端人才。在这家医院，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算什么东西？还敢讲别人是疯子？我看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妄想症患者。你是老糊涂了。我告诉你，你虽然在这家医院里多待了几年，但是你也不能凭着资历看不起人。你不让我把他赶出去是吧？好啊，那你和他一起滚出云安。你让我滚出云安？哎，苏院长，这话可不能乱说呀！陈老是我们云安的顶梁柱。哎，陈老，都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跟苏院长拌嘴了，咱们该一致对外。没错，我老糊涂了，我犯了错。我错就错在竟然让你和刘畅这种败类混进了医院。霍总，对不起。没事。霍总，陈教授居然对他这么尊敬，难道他真是我们云安医院的院长？不可能，就他怎么可能是云安医院的院长？听见没有？苏院长让你滚啊！陈老对他这么恭敬，我刚才居然要动手打他，我都做了些什么呀？完了，全完了！真的没说谎？怎么可能？他就是一服务员，他怎么会是云安的院长？陈老，他真的是院长了？你敢质疑我？霍总事务繁忙，虽然暂代院长一职，但医院的管理全权交给我打理。从云安建院开始就没来过医院，所以大家都不认识。怪不得我们谢。今天是你上班的最后一天，去把你这个月的工资结了，就不用来了。带走！别，院长！哎呀，院长，你饶了我吧，院长！院长，你给我一个机会！你真是云安医院的院长？终于肯认清现实了。怎么可能啊！那么下贱的一个服务员，怎么会在6年内创办这么大一家医院？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儿？我们家安好不容易攀上霍氏的关系，那合作的医院居然是你的。云安医院之所以叫云安医院，就是从我的名字和苏雨安的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名字命名的。当初你说想要实现医疗理想，所以我花费了4年，着手创办了云安医院，为的就是给你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原来云安医院是你为了我建立的。我很欣赏你的理想，所以我将云安医院打造成了国内最大的私人医院，想等你一毕业就能回国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可是你自己不珍惜。本来我一回国就能当上院长，但是我很庆幸看清了你的真面目。像你这种没有品行的人当了院长，就是对广大患者的不负责任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当初是我亲自把任命书交到你的手上，苏源，是你自己不珍惜。原来那是云安医院的任命书。现在知道后悔了？
这次你是不是想说你就是霍氏的人？你猜的不错。霍云婷，你别把自己骗了，这辈子就是一个活在自己谎言里的可怜虫。云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那人民书原来是云安医院的。你现在知道错了。云婷，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知道你为我做了那么多，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对你，我也不可能和他。云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知道的，我是欧国医学院毕业的，我还获得了赫拉米兹医学奖，在国内没有人比我学历更好了呀。你觉得可能吗？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云婷，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这次回国之前，本来扬言要上任云安医院的院长，亲戚朋友都知道的呀。你这样对我，你让我怎么在他们面前抬起头？苏玉安呢？苏玉安，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你觉得真的是因为你的面子问题吗？原本这云安医院是我们家的呀。霍院长之前居然想把云安医院送给这家混蛋，这下呀，竹篮打水一场空喽。就是，你看那女的脸都绿了。云婷，你就看在我们10几年的情分上。闭嘴！我不想和你多说一句话。我今天来这里，只是为了陈教授任命院长而已。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了。像你这种自私自利、两面三刀的小人，我跟你在一起都觉得恶心。没事，就算没有云安，你依然有我们沈家，还有霍家的支持。我父亲是国际闻名的教授，资源这方面我们沈家有的是，一定会给你个好工作。云婷，保安，把他们拖下去。住手！爸，怎么回事？今天不是安安的院长晋升仪式吗？怎么弄得这么乱？就是这小子捣乱。他是沈家现任家主沈庆生。他是沈家家主，那沈万山去哪了？他是沈万山的儿子啊，目前正在逐步接受沈万山手上的事业。没想到这沈燕泉居然就是沈家的直系子女，这沈万山放权也不跟我说一声，也不知道这位新家主有没有那老爷子那么识时务。沈庆生靠着沈家研发制药的这个本领，强行要求很多家医院用他们的高价药。云安医院这些年也就靠着霍氏的支撑，一直抵制他们的行为，想必早已记恨在心了。这你不用担心，云安医院的规模和资源是国内顶尖的，他沈家要想在医疗界有一席之地，必然不会和云安翻脸。是的，是的。我代表沈家宣布，不再和你们云安合作。沈家主说这话是出于什么考量？你刁难我儿子跟儿媳妇儿，我凭什么还要跟你合作？我相信沈家主是聪明人。云安是国内目前最大的私人医疗机构，拥有世界上顶级的机械设备和人力资源。相信我，贸然和云安闹翻脸，是个不理智的行为。我沈家背后有霍氏成员，你一个刚刚新兴的医院，竟敢跟我叫板！实话告诉你，自从3年前你们拒绝使用我们沈家的高价药开始，就注定了会有这一天。那沈家主是确定要和我云安撕破脸？我相信沈万山应该和你说过，云安目前在医疗界的影响力吧？放肆！一个黄口小儿，竟敢直呼我父亲的名字！没错，老爷子本来今天是让我来跟你们谈合作的，他还一直夸你，说你很优秀。这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啊！我还告诉你，我做出来的决定，谁也改变不了。沈家主，我劝你啊，
好好想清楚和云安闹翻脸的代价，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毁了3代人的努力啊！留着云安，才会断送了沈家的发展。自打云安建立到现在，就一直拒绝使用我沈家的高价药，压低价格，普惠病人。你说，我到底该不该铲除你呢？啊，沈家主，我和你们沈老家主也是故交，知道你们沈家筚路蓝缕，到处经不容易。我提醒你一句，可千万不要惹不起的人啊！那我也告诉你，老东西，我们沈家除了霍氏，谁都不怕。医疗界的目标是用低价药普惠更多的病人，而沈家的目标与这个背道而驰，必然会遭到反噬。我是个商人，又不是菩萨啊！一支高级药剂在海对岸能够卖到上百万甚至上千万，我在实验室里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这个钱，外国佬赚的，我沈家也赚的。沈叔叔说的对，我在国外学习制药的同学，早几年就实现财富自由了。只有我这种学习临床医学的，现在还要回国找工作。沈家主做这个决定，是打算一门心思走到黑了。沈万山知道吗？我提醒你一句，现在沈家是我说了算。就算老爷子知道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也一定会为我拍手叫好的。没错，我爸上任以后，营收翻了10倍不止。爷爷就算知道了，也一定会同意的。赚钱可以理解，但是做人要讲良心。从今天开始，我会让云安成立研发部，攻破你沈家的医药专利，把药剂价格打下来，普惠更多的患者。用嘴说说，谁不会？我倒要问问你啊，你准备用什么办法来压低我沈家药剂的价格呢？啊！搞科研可不是像过家家这么简单，不是说突破就能突破的。再说，就凭我沈家的实力，要不是背后有着霍氏的资金扶持，可能早在20年前就已经破产了。就凭你一个小小的医院，你有这样的条件吗？你们云安啊，就是表面光鲜亮丽，实际上啊，给我们沈家提鞋都不配。就你们几个这怂样，还想突破我们沈家的科技制裁？早点睡，梦里啥都有。别跟他说那么多废话，我们走。沈家主，看在沈万山的面子上，我劝你再好好的想一想。和我闹翻脸，沈家一定会后悔的。哟，这怎么？这还威胁上我了？我告诉你，我们沈家不仅要断绝和你们云安的合作，我还会联合行业内所有的商家，将你们团团围杀。我保证，不出3个月，你的云安一定会关门大吉。好好珍惜现在的好日子吧，马上啊，又要回去当服务员了。小子，你给我等着！我明天就会在我们沈家新药的发布会上宣布联合制裁云安的消息。今天就是你最后的好日子了！哈哈哈哈哈！走，沈家主，你今天要是踏出这个门，可就没有后悔的权利了。哼！通知明天主持发布会的周家，说我云安要和沈家断绝一切来往。爸，那霍云婷说咱们沈家商就要倒霉了，真是搞笑。这个臭小子，自己都大难临头了，还敢威胁我们沈家，真是愚蠢至极。那霍云婷把我和安安整得可惨了，我们俩以后都成笑柄了，您一定要给我出口恶气啊！沈叔叔，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我们安安啊，是获得了赫拉米兹医学奖的欧国医学院毕业生，他的能力和资历一定是对你有帮助的。对，安安很厉害的，以后还得靠爸您多提携了。放心放心，我不帮着咱们自己人，难道还能帮着外人不成吗？我明天呀，就在沈家的新药发布会上宣布联合制裁云安的消息，到时候别管他云安有多大的规模，我一定会让他关门大吉。哟，老爷子，你怎么来了？庆生啊，我让你和云安医院的合作谈得怎么样了？啊，放心，我心里有数。啊，好，都坐。与云安医院合作的机会一定要把握好，必要的时候，哪怕是倒贴点钱，也要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千万可不能让别人给抢跑喽。你为什么非要跟这个云安医院合作呀？啊，我说姓霍那小子是不是给你下什么迷魂汤了？说什么呢你？霍云婷年轻，能力强，跟他打好关系，对我们沈家未来受益无穷啊！爸，你天天在我面前夸那个什么什么霍云婷，我这耳朵都快生茧子了。哎，你为什么老在我面前夸他呀？他不过就是一个白手起家，建了一个云安医院而已。我们沈家非要巴结他吗？对呀，爷爷，那霍云婷顶多也就是个后起之秀。咱们沈家在霍家的支持下，现在都是参天大树了，要巴结他们巴结咱们呢。你们真是一派胡言，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哼！你回来啦？你怎么总出现在我家里？你和我说的，只要我加入霍家，想做什么都可以。听说你跟沈家的新晋家主吵起来了，听耳目还挺多。彼此。是啊，苏云安那个男人竟然是沈家的直系子弟。今天为了不让他们在云安医院的上任仪式上捣乱，就搬出了沈庆生来为他撑腰。这沈庆生似乎觊觎云安很久，总是明里暗里对云安的进货渠道出手。要不是霍家在后面保驾护航，这云安怕是真撑不到现在。断人钱财如杀人父母，我们云安不用他们沈家的高价药，他沈家自然也活。说是为他儿子撑腰，我看就是蓄谋已久的借口。这沈庆生要在明天联合医药界共同对云安的消息进行封锁，你打算怎么做？论权势，霍氏还没有怕过谁。既然他们想要在新药发布会上当武林盟主，那我就要让他沈家在最辉煌的时候陨落。先生，沈老爷求见。让他进来吧。霍总，我为犬子今天对您的冒犯前来请罪。事情你都知道了？想断绝和云安的合作是愚蠢至极啊！看来沈庆生还瞒着他要封杀云安的事。没事，明天新药发布会再说吧。您是说您会赏脸参加我沈家明日的新药发布会？太好了，那我就静候您的光临。好吃。这沈家的势力可不小，明天你确定不用我跟着你去？当然要，不过不是明面上，我需要。还是你心黑啊？我都想不到，不然怎么办到我舅舅？明天就要沈家看一出好戏吧。霍总，昨天我如此待你，你为什么还要让霍家出资举办这场发布会呢？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好，我们代表云安参加这次发布会。我知道二位，不过我们今天不能进去。这场发布会的主人沈家发话了，今天是高级场，云安与狗不得。你们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可是重要嘉宾啊！重要嘉宾，你们已经不是了，而且你们来了也没有用。沈家已经联合牵头周、胡、郑、王四家组成医药联盟，联手对云安发起阻击。也就是说，整个京都的医疗行业只有你们云安被排除在外。如果今天还想留点面子的话，就赶紧滚出去吧。你们知道这场发布会是谁举办的吗？哼，我们当然知道，周家家主呗，那可是咱们京都有名的老牌世家。
是沈家齐名的存在。你是想说是你们云安举办的？反正不管是谁举办的，都跟你们没有关系。不受欢迎的人啊，麻烦不要挡在门口，别人啊还要进去呢。快滚！我们是受霍氏邀请，拿到了此次发布会的入会资格，你们无权阻拦我们。看在你们无知的份上，现在让开，我还可以既往不咎。哟，好大的口气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这儿的目的就是阻止你们进去。我们不让。来人，把他们两个给我拉开！哎，你们干什么？起来，住手！谁给你们胆子在我的地盘撒野？哎，慢着，谁允许你们进来啊？哼！没事。动我沈家家主，你是活腻了，还不把他按住？今天这个宴会厅，我是一定要进去的。想进去没门儿！我还不怕告诉你，我们沈家已经联合了京都所有的医疗界机构，今天霍氏也会出来为我们站台撑腰。没错，霍氏首席秘书长正在来的路上，一直神秘无比的霍氏继承人，今天也会在我们的新药发布会上，那是为我沈家出面的。我怎么记得云安刚开始也是靠着霍家的扶持才成长起来的吧？很可惜呀，还是我们沈家跟霍氏三代合作的关系硬，哎呀，被霍氏淘汰了。你就这么确定霍氏会帮助你们？难不成是来帮你的？哎呀，就告诉你吧，昨晚我爷爷亲自去邀请霍氏的掌权人为我沈家站台，今天是我沈家铸就辉煌的时刻，你们云安啊，早就没位置了。你们这些欺人太甚！看来你们对这位霍氏掌权人很有自信吧？那当然啊，那可是全京都权势最大的，随便抖抖手，整个医疗界都会抖三抖的存在。这样的大人物，其实你这种毛头小子能懂的？哎呀，沈家主还真是无知啊！周家主，听说今天周家主持这场发布会，很不欢迎我们。沈家主，您看，你们都已经结成同盟了，就没必要对云安怎么样了。今天本身就是邀请京都所有医疗界名流参与的发布会，要不您看，让他们进去怎么样？什么京都名流？周家主，他们很快就不是了。周总啊，说到结盟，我们沈家的条件考虑的怎么样了？我想你已经看得很明白了，现在所有的形势都在我们这边。你要是继续跟着云安，可是没有一点前途，所以我劝你要考虑清楚。现在是我们愿意给你们机会加入，等我们斗倒了云安，那可就没有你们周家的立足之地了。周家主，现在全帝都的医药名流都在我们沈家的领导下成立联盟，你们不想加入，难道是想和云安一样被赶出去吗？周家主，哎，周总，如果你要真的想去霍云亭这边，我是不会阻拦。只不过呢，今天这个发布会，你呀就没必要参加。什么？多想想我们和霍氏集团的关系。哎，周总，看到了没有？霍氏的首席秘书长陈林正在赶来的路上。现在，我们沈家才是霍氏在国内唯一的代言人。小霍，对不起，我得为我周家上下着想。哎，识时务者为俊子。如今啊，这今天在场的都是有眼见的人，这你们倒成了唯一的异类了，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滚！霍云亭，昨天我就说过，今天你们会死得很惨，活该啊！都在扯霍氏的虎皮，要我说，霍氏站在我这边呢？要是我说，不论是陈林，还是霍家掌权人来了，都是为了跟沈家迎头痛击。闭嘴，少在这胡说八道！我知道霍氏一开始是资助过，那是以前的事了。霍氏掌权人愿意来我们的发布会，那就是最好的证明。霍云亭，赶紧给我滚！这里不欢迎你。你们不欢迎我，自然有其他人欢迎。
等等，今天是霍氏掌权人首次露面的大日子，也是我们沈家讨好霍氏最重要的一步，不允许你进去。我们已经准备了厚礼给霍氏掌权人，我们这样的青年才俊一定会得到他的赏识。有了霍氏的帮助，你们云安只会一点一点被我蚕食。你就这么确定这位霍氏掌权人会赏识你们沈家？那是我们沈家和霍氏3代都有合作，打从我爷爷那辈起开始，就开始得到霍家的资助。像我们这种上层圈子里的关系，其实你们这种暴发户能懂的吗？原来这只是沈家主的一面之词，我相信霍家绝对不会和沈家站在一边。什么？我不相信我们沈家和霍氏的关系，难道会相信你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子？哼！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拦住他！不知道老板有没有到宴会厅，给他打个电话。没接，可能是没听到吧。走，我们过去。是。这下霍云婷和他的云安医院算是彻底完蛋了，还是沈叔叔厉害，一出手就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麻烦。我早就跟你说了嘛，有我们沈家帮助，什么都不用管，管他是谁，我们沈家替你摆平。等我们拿到周家这最后一块版图之后，整个联盟就会完全成立，这可是我们沈家10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辉煌啊！想必这一下老爷子就应该放心，把沈家交到我手里了。哎，老爷子，是让你和云安医院好好合作吗？你怎么能联合所有世家孤立霍云婷呢？爸，要我说，你还是不够狠。现在我们已经是京都明面上的医疗之王了，这可是我沈家自从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壮举啊！难道这样不好吗？我看你就是败家！我要你立刻向霍云婷道歉！我说，你到底还是不是我？我整天为了霍家的利益忙前忙后的，你看不见不说，你怎么还帮着外人说话？难不成你是拿了他什么好处了吗？你，本来这件事是不能外泄的，现在你可不告诉你，建立云安医院的霍云婷其实就是霍氏集团的掌权人。建立云安医院的霍云婷其实就是霍氏。这个沈秘书长，看看时间应该快到了吧，要不咱们去迎接一下？好，我们这就去准备。霍云婷其实就是霍氏集团的掌权人呐！哟，还不走，在这儿等谁呢？是不是想让我们俩请你出去啊？陈秘书长，欢迎欢迎。他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哦，你说他们啊，沈家家就有令，云安与狗不得入内。就是，我们不让进偏进，真是犯贱。放肆！抱歉，老板，我来晚了。你是霍氏掌权人？这些人胆敢辱我们霍氏，真是胆大包天。笑吧，一会儿他们就笑不出来了。大家好，在霍氏集团鼎力组织下，本次新品发布会如实召开，感谢各位参加。这是霍氏集团第10年全资发布会了吧？不愧是豪门，财力就是雄厚。现在我以帝都代表的身份宣布，发布会正式开始。是这样，现场有一位重要的宾客还没来到现场，所以延时10分钟。有没有搞错啊？在场的谁不是帝都的名流？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看到了吗？这就是阶级的差距，只有我们才知道，今天霍氏的掌权人会莅临现场，他们都蒙在鼓里了。不过这霍氏掌权人的面子也真够大的，全帝都的名流都在这儿，该等还是得等。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跟霍氏搞好关系，只要霍氏一句话，我们的沈家
就可以再辉煌100年。现在有请赞助方代表陈琳女士上台致辞。这就是霍氏首席秘书长，果然是一表人才。那可不，听说呀，这霍氏的秘书也是家传。就拿这个陈琳来说，他们家祖祖辈辈都在为霍氏服务，可以说是霍氏绝对的心。这霍氏的总秘书长好眼熟啊！怎么了，儿子？你不会是看见美女就走不动道了吧？我可告诉你，这个女人可是咱们沈家拿不下来的。陈琳，那天我看见她和霍云婷在。什么？想必大家还不知道，今天这场发布会的幕后赞助商正是我们霍氏集团。霍氏掌权人一直致力于将财富平均分配到每一个人都能受到获益的地方。在场的各位都是医疗界的精英，想必大家都知道，现如今国内的医疗水平远远落后于国外先进水平。于是，我们不计一切代价的创立了云安医院。原来云安医院是这么来的，霍氏集团的掌权人也太伟大了吧！你想见见这个霍氏的掌权人呢？沈哥，你说什么？他怎么可能会在霍云婷的身边啊？是啊，小泉，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可是霍氏的首席秘书长，怎么可能是霍云婷那种下等人接触得到的？我之前听说安安在回国那天，霍云婷大闹接风宴的事，而且这个江望雪，我听说那天也出现在现场。这个江望雪是混地下势力，陈琳出身高贵。如果说霍云婷能够接触到江望雪，倒是有可能。可是霍云婷要是能接触到陈琳，完全不可能。就是啊，霍云婷能翻身，说不定就是因为抱上了江望雪的大腿。这江望雪又是霍氏的高层，这下帮助他建造云安医院的借口也就有了。不，我记得很清楚，陈琳当天就在江望雪身边，而且他们对霍云婷的态度都什么？都很恭敬。什么？我们霍氏集团一直致力于将国内医疗资源拧成一股绳，这样可以让国内的患者不再羡慕国外的先进医疗资源。为此，我们霍氏集团掌权人今天也来到了发布会现场，为大家宣传这一理念。霍氏集团的掌权人要亲临宴会，天哪，我都听到了什么？今天我居然能见到传说中的霍氏掌权人了吗？但是今天在现场发生了一件令人非常寒心的事情。我们霍氏集团本应是这场发布会的主角，然而在门口却有心人恶意捅刀。谁要胆这么大，敢闹到霍氏的头上？不会是把霍氏掌权人给拦住了吧？这有9条命也得完蛋。他们说拦人，不可能，哪有这么巧？而现在，我们霍氏掌权人已经莅临到发布会现场。这老头就是霍氏掌权人？什么呀？这是沈家老家主沈万山。爸，您怎么来了？逆子，你这个逆子，你给我过来！爸，您到底在说什么呀？你还知道我是你爸呀？你听我的话了吗？我要再晚来一步，我们整个沈家就要被你折在手里了。爷爷，你到底在说什么呀？为什么这么生气？我为什么这么生气？我当初把沈家交给你的时候，我是怎么告诉你的？我说让你们和云安医院合作，要你和霍云婷搞好关系。你讨好，竟然背着我跟霍云婷对着干。原来您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就是不想跟霍云婷合作，而且咱们现在沈家也没必要跟他们再合作。难道我电话里说的不够清楚吗？你都当耳旁风了。你知不知道霍云婷她是什么身份？我当然知道霍云婷是什么身份。爸，我现在已经联络了京都所有的豪门世家，
组成了医疗联盟，我们已经把云安踢出局了。我知道你眼馋云安的资源，但是咱们现在非但不用跟他们合作，还能把他们吞并掉，这种无本万利的事儿有什么不好吗？啊？对啊，爷爷，明明是那个霍云婷非要压低药品价格和大家对着干，沈叔叔才是带着大家发财的未来希望。是啊，沈老爷子，要不是沈家主的联络，我们这个联盟啊还成立不了。这是我们京都各大医疗势力最为团结的一次。说得好，等我们吞并了云安之后，我就会带着咱们联盟冲出京都，到时候让全国全世界的医院都来买咱们的高价药。你们现在要求你立刻去给霍云婷道歉，立刻去给霍云婷道歉。哎呀，爸，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让我给他道歉？对，道歉。你知不知道霍云婷她是什么身份呢？哎呀，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就他这个小子也配跟我沈家斗？你让我跟他道歉，我又没做错什么，我凭什么要跟他道歉？混账！你如果不给霍云婷道歉，我们沈家就要毁在你手里了。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打我？对，打你！如果你不给霍云婷道歉，我还要打你！快走，走！霍总，是我沈万山教子无方，我代他向您道歉了。沈万山，我是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爸，你干什么呢？你是不是疯了？我又没有做错什么，我凭什么要跟他道歉？你给我闭嘴！爷爷，我爸到底做错什么了？明明是他先针对我们的。你们两个真是无可救药了，真后悔当初把沈家交给你们。霍总，我代沈家和这两个不成器的混账给你道歉了。爸！爸，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跟一个小辈下跪，你这也是要折我们沈家的面子吗？霍总，你说我究竟要怎样，你才能够原谅他？你告诉我行吗？现在有请我们霍氏集团掌权人上台致辞。霍氏集团掌权人人在哪儿呢？刚刚还听说要上台致辞啊。就是没看到啊，难道是没有来吗？我们霍氏的掌权人早已抵达现场。小爸，您就别再闹了，这霍氏的掌权人马上就到了，可别让他看咱们沈家人的笑话。对呀，今天是我们沈家巴结霍家的大日子，不能出岔子。你们这人谁呀？这么大胆！霍总都要上台发言了，还敢随便走动？他要干什么？这方向不像是去厕所呀。他的目的地好像是舞台啊！开什么玩笑呢？霍云婷，你去干什么？当然是上台受邀致辞。臭小子，你疯了吧？啊！人家陈秘书长邀请的可是霍氏集团的掌权人上台，怎么也轮不着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臭小子。如果我说我就是霍家的掌权人呢？什么？他说他是霍氏集团的掌权人啊！你们大家信吗？啊，你们信吗？霍云婷，你还真是装逼上瘾啊！你居然敢在今天这个场合冒充霍氏集团掌权人，你真当霍氏是捏捏的没火气是不是？你小子就是因为一手创立的云安马上掉到我们沈家的口袋，急了，想要借机闹一闹，引起霍氏的注意，是不是？小子，我告诉你，那你可没机会啊！
以前你是受到过霍氏集团的青睐，才能开得出像云安这样的医院。可是现在，霍氏支持的是我们沈家。你看看你身边，连一个像样的人都没有，怎么跟我斗？说你们是一帮猪脑子还不信？之前在云安吃过一次亏，才隔1天就忘了。我呸！那天是你运气好，你以为你今天运气还好啊？我告诉你，人家霍氏集团的掌权人那是家传的，你一个外人凭什么冒充人家霍氏集团掌权人啊？霍云婷，你在我们面前装逼，我们还真拿你没办法。现在你装到霍氏那儿来了，你下场一定很惨。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有请上台致辞。有请上台致辞。这陈秘书长真的是在邀请云安的院长？好像是真的，可是为什么呀？霍氏掌权人呢？陈秘书，我已经联合京都4大世家，组成了医疗联盟，联手狙击云安旗下的所有产业。只要过了今天，云安的地位就会一落千丈。所以您完全没有必要有请霍云婷这个云安的代理院长上台的。就是啊，陈秘书长，霍云婷这种人就不配跟我们说话。一个马上就要当狗的人了，凭什么在我们上流社会张嘴？说得对，霍云婷他就是撒谎成性，他居然敢当着您的面冒充霍氏集团掌权人。您等着，我现在就打电话找人来修理他。看样子你们还是没有搞清楚这场发布会的主角究竟是谁。原本想把你们一个个都丢出去，但现在突然想看看你们知道真相之后的反应。尤其是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这陈秘书长为什么突然点我？难道是对我哪里做的不满的？哦，我懂了。明面上云安和沈家都是霍氏扶持的势力，我直接对付云安，等于是驳了霍氏的面子。可我不得不这么做。陈秘书，我知道，如果我对云安出手，可能会对霍氏有损。不过，等我跟这个小子分出了胜负之后，我会亲自向霍家的掌权人负荆请罪。还麻烦您转告一声，我们沈家永远效忠霍氏集团。你在说什么？站在这里的就是霍氏集团掌权人啊！你现在知道谁究竟是霍总了吧？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霍总都是这混账糊涂，他刚从国外回来，不知天高地厚，要打也可以，要骂也行。你可千万别取消我们两家的合作呀！这陈秘书长竟然说他就是霍氏集团的掌权人，这云安的院长居然是霍氏掌权人，怪不得发展那么快。沈氏集团联合其他世家对付的，居然是霍氏集团，真是笑死我了。既然沈老家主那么有诚意的话，那就给你一次机会。你给我撒手！爸，你可千万别信他！我明白了，一定是这个小子和这个秘书达成了某种合作，他们才会联合起来欺骗我们的。好啊，霍公庭，你的手段好狠呐！我知道了，霍云婷，你买通了霍氏的秘书，想要跟我们殊死一搏是吧？差点被你骗了。没想到霍氏集团的秘书长都能被你买通，看来我真是小看你了啊！不过你千不该万不该冒充霍氏集团的掌权人。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在7年前，我可是亲自有幸拜会过他老人家。他看起来是一个年纪比我还长的老人，怎么可能是你这个毛头小子？我早就说过了，我们沈家和霍家3代合作，我们对霍家的了解远在你这种底层人之上。现在
就联系霍家，好好收拾收拾你们两个狗东西。我说过了，他就是霍氏集团掌权人。不可能，我不相信！你少骗我了！我现在就要替霍氏好好收拾你们这两个冒充霍氏集团掌权人的污蔑霍氏的混蛋！来人！进来！这是地下势力。沈家怎么会和地下势力扯上关系呢？当年被称为黑寡妇的地下龙头江望雪，不知道为什么一心想要投靠霍氏集团。他手下的这几个人不愿意跟着他洗白，就被我招揽了进来。你混账！沈家清清白白做生意，你怎么能跟地下势力的人混在一起呢？够了！清清白白做生意，做生意哪有这么简单？要不是这些年一直暗中招揽着江望雪留下的这些势力来做我们沈家的扶持，沈家怎么会有现在的辉煌？你，老爷子，你就好好等着看吧，看你儿子是怎么料理咱们沈家商业上的竞争对手的。不瞒你说，沈家在我手上的这些年，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霍云亭，看见了吧？这就叫势比人强。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要靠着我沈家吃饭的。就算我现在把你给杀了，他们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早知道会有现在这个处境，你又何必出现在今天呢？不，你当我不存在吗？滚！早就看你不爽了，仗着自己在霍氏集团位高权重，就可以为所欲为是吗？我告诉你，不行！今天我就要替霍氏集团好好的教训你们这两个只死活的东西！我动手！动手！那个领头的我认识，之前跟在黑寡妇后头，他一个人能砍5个。这群人都是凶星，咱们可惹不起。那冒充霍氏掌权人的小子可惨喽！怎么样，小子，现在知道怕了吧？这几位兄弟都是绝世高手，要不是当年江望雪横空出世，统一了整个京都的地下势力，他们几个早就是各自一方的豪杰了。还一方豪杰呢？我看不过是鼠辈而已。说什么？别激动，冷静，冷静。小子，我现在可以给你个机会，只要现在你跪，从我的裤裆下走，并且把云安所有的股份全部都转让给我，我可以考虑今天放过你。看来你很有把握嘛。当然了，你现在是孑然一身，你拿什么跟我斗？你现在生死都在我的一念之间，我劝你乖乖的跪下，告诉我你认输了，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滚蛋！怎么，现在谁的命在谁的手上？现在谁的命在谁的手上？他居然这么厉害，别让小霍难堪嘛！爸，你别怕，他只不过是力气大而已。小子，跟我装什么狠呢？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在娘胎里呢。切，你很能打是吗？能打有什么用？
现在出来混，靠的是实力，靠的是兄弟多。你不会该以为我今天就只带了他们4个人来吧？你的意思是，你的人很多了？当然，今天是我沈家即将飞黄腾达的日子，我怎么可能不考虑现场的安保措施呢？实话告诉你，在这栋楼里，里里外外一共我安插了不下200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200个人都过来的话，你会是什么样？怎么样？怕了吧，小子？你再能打又能怎么样啊？我现在就叫他们过来收拾你！哼！老板，幸不辱命。好。哟，怎么打电话叫人了是吧？我告诉你，晚了。今天你跟我只可能有1个人从这儿活着离开。你可以试试看。好，这可是你自找的，你可别后悔。全都给我进来！把这个小子给我拿下！还愣着干什么？你们都聋了吗？管事的呢，给我叫过来！管事的在这儿。可惜啊，管事的人已经不能说话。江望雪，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怎么，你挖我小弟，就不允许我这个正派地下皇帝来了？你来的正好，就是这个小子，他不仅大闹霍氏资助的西药发布会，他还和陈秘书联合起来冒充霍氏的掌权人。是江总，他脸上的伤，你弄的？不是我爸打的。你好大的胆子，连我霍氏人都敢动！江望雪，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沈家可是在帮霍氏除害呀！除害？除什么害？就是这个冒充霍氏掌权人的家伙呀！你霍氏集团江望雪拜见霍氏掌权人。起来吧。什么？他竟然真的是霍氏集团的掌权人？是嘞，他就叫霍云亭，就是姓霍啊。这下可闹出天大的笑话。这沈氏集团本身还趁着今天想巴结巴结霍氏集团，结果对人家掌权人不但恶语相向，还上手就打。他真的是霍氏的掌权人？如果他真的是霍氏集团的掌权人，那我们今天对他所做的一切……妈，你怎么了？妈，来。霍总，您就是霍氏集团的掌权人，怎么没听你提起来过呀？怎么，我们霍氏的事情也需要向你说明？是。霍云亭，你真是霍氏集团的人？怎么可能？他就是一个服务员，怎么会是霍氏的掌权人？不对，我见过霍氏的掌权人。霍氏的掌权人，你说的是一个老头吧？给他看。看来你对我们霍氏集团的掌权人很好奇啊。你说的是不是他？这是怎么回事？这上面的人是我舅舅，他因为金融犯罪，现在正在大牢里蹲着。别动什么小心思了，你们的人已经被我拿下了。通知下去，所有和沈家的业务全部断绝，终止所有跟沈家的合作。沈总，霍氏集团突然取消和沈家的合作。什么？所有合作商全都终止合作了？不能取消合作，取消合作，那沈家就完了。不能取消合作，玉婷，你就看在我们10几年的情分上，你不会这么绝情的，对不对？10几年，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跟你在一起10几年，我都觉得恶心。我滚开！谁让你碰他？云婷，我真的知道错了，我
我不知道你就是霍家的掌权人。如果我早就知道的话，我绝对不会这样的。你现在知道错了，苏远，幸好你知道了我霍氏掌权人的身份，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看到你这颗黑心。不知道，全部有人换，滚开！这下帝都的天可要变了，周、吴、郑、王还有沈家是彻底完蛋了。谁叫他们不长眼，居然惹到霍家的头上？云婷，你不能让他们终止合作，我求你了，你只要答应我，我做什么都可以。你之前不是一直想得到我吗？你只要不让他们终止合作，苏远，当着我的面要给我戴绿帽子吗？你闭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背叛云婷？本来我现在都已经是霍家主母了，云婷，你闭嘴！苏远，是什么样的自信，觉得我还能够接受你的投怀送抱？霍总，收回我刚才所说的话，我不该针对你，我更也不该针对云安。我非常认同您对医疗界的规划目标，我今天就宣布，我们沈家所有的药剂价格降低90%，你看这样行吗？好了，少在这惺惺作态，你根本就不是知道自己错了，而是知道自己要完蛋。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只要能减轻，你让我们做什么都行，我们都听你的。从今天开始，你只要让我干什么，我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沈家主，你刚才可不是这副模样。霍总，我在你面前我就不是个东西，求求你，求求你，我知道错了，妈，你快说句话呀！完了完了，我就对你，我知道错了。刚才你跟我介绍霍总身份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听，我该死！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我就对你，帮我跟霍总说声好话，帮我劝劝他，好不好？爸，难道你想就这么看着沈家毁于一旦吗？一切都完了，孩子，我打算卖掉沈家的财产，回到祖山的那个小山村种种地、养养鸡，这样行吗？不，爸，你不能这样啊！爸，我沈家3代积累才走出那个村子，我不想再回去了。好了，闭嘴，吵死了！云婷，云婷，云婷，我给你跪下了，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我读了20多年书，吃了这么多苦，我真的不能就这么完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云婷，我真的知道错了，云婷。霍总，之前都是误会，都是那沈家人蒙骗我才。没事，人哪有不犯错的时候啊，将功补过就行。好的，霍总，我会把沈家的产业全部拿下，不会让他家人再继续祸害医疗界。霍总，请您准备致辞。虽然今天发生了很多小插曲，但结果总归是好的。下面让我们有请霍氏集团掌事人霍云婷上台致辞。今天是我第一次以霍家掌权人的身份在大家面前露面，在座的各位都是京都医疗界的顶梁柱和奠基石，所以，我今天打算在发布会公布我们霍氏最新的研发成果。这上面都是我霍氏攻破的医学难题，其中有70%是绝症，而我们已经找到了治疗的办法。今天，我打算将这些成果全部和大家共享。我这是看到了什么？这全是治疗癌症的方法，这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震惊世界医疗界，让它翻天覆地的成果。因为我们的理念是，先进的医疗不再会是富人的专享，而是要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同样享受平等医疗的权利，造福更多的病人和患者。所以，我们决定只有你们攻破医学难题，而我霍氏出资。我相信，只要我们同心协力，肯定能够消除世间的难题。我来，我加入。算我一个。今天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相信之后只要我们加强通力合作，肯定能够让国内的医疗再上一个台阶，造福更多的百姓。现在有意和我们霍氏集团合作的，请上前报名。闹着干什么？还不去帮忙？你大事忙完了，不需要陪在你身边了。不需要。
那我走了。喂。